大家好，欢迎来听仙话。一人永生，万魂不复。要是觉得故事讲得还行，劳驾点个赞，捧个场。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。仙途飞升万古寒，香火深处葬群魂。一人踏进苍生院，天门封后不称尊。孤月寒潭照节辉，悬卷血光震鬼回。一夕生门凭命堵，半身仙债此时开。上回咱们说到哪儿了？有婉进和婉如好不容易从那潭边缓过一口气，人是上来了，命也还在。可这事儿吧，你别以为上了岸就算完。荒山老林子，深潭底下，天上连个正经月亮都没有，周围静得不像活地方。要说这姐妹俩折腾到这份上，摔也摔了，动也动了，下也下了，按理说该消停一会儿了吧？没有，这地方最坏就坏在这儿。他不是想一下弄死你，他是让你先以为自己喘过来了，然后再伸手一下掐你脖子。婉进手里还攥着那卷玄阴卷，这东西前面咱说过，不是一般破书，它像是有脾气，也像是认人。可问题是，婉进现在根本不懂他，他只是被逼急了，照着上头那点残句应用。你想想，一个没学过刀的人突然手里塞一把宝刀，刀是好刀，可你拿不稳，照样割自己。就在这时候，潭水那边忽然一沉，不是水浪大，是那股阴气压过来了。像大冬天，你半夜开门，门外站着个死人似的，婉进一下就觉出来了，不对，那黑影回来了，而且这回不是试探，是奔命来的。躲开！他这两个字一出口，人已经往前挡了。一看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嘴上不多说，意识先挡在婉如前头。可这一下挡的是真要命，那黑影贴着水面就冲过来了，快得很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脸白的跟泡过水的纸似的，两只手往前一探，那指头尖上带着一层惨白的光，奔哪儿去？奔婉进胸口。这不是抢东西，这是要先把人心口掏开。姐，婉进也没地方躲，后头就是婉如，他要一闪，婉如就得遭殃，所以他一咬牙，把玄阴卷往前一横，那卷子忽地亮了，不是灯火那种亮，是血光，红得发沉，跟伤口里头憋了很久的血突然见了天似的。血光一冲，黑影那只手也到了，两边撞在一块儿，轰的一声，潭水直接炸起来了，真不是夸张。那水浪往两边掀，岸边碎石哗啦啦乱滚，雾气被撕开一大片。宛如离得近，整个人被那股劲儿掀飞出去，摔在石头堆里。这一摔够狠，他一张嘴，血就咳出来了。妹妹，婉进脸色当时就变了，他赶紧退到婉如身边，一只手扶她，一只手还死死攥着卷子，眼睛盯着潭面。要说他怕不怕？怕，怎么可能不怕？
可人在有些时候怕也没用。你身后有人，你就不能软。那黑影让血光震退了几步，可没散。他站在水面上，身子轻飘飘的，像没有重量，然后咧嘴一笑，那笑不是高兴，是那种盯着肉的恶东西终于看见刀松了的笑。果然是玄阴卷，好东西啊，可惜了，落你们2个小丫头手里糟蹋了。落你手里才是真祸害。这话婉进说的不重，但硬，后特别硬。那黑影听完反倒笑得更厉害。祸害？我在这破地方守了几百年，你跟我说祸害？只要拿到它，我就能出去，我就能重见天日。你听明白没有？这黑影不是路过的邪物，它是守在这儿的几百年，就为了这卷玄阴卷。他不是单纯想杀人，他想脱困，他想拿这东西从这阴潭底下爬出去。这就麻烦了，因为一个困了几百年的东西，他对活路的执念可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。他不讲理，也不怕代价，他只要出去。婉进听到这儿，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，这卷子绝不能给了，今天他俩也许能多喘一口气，可后头不知道多少人要倒霉。这就是仙话这故事里最早露出来的一点味儿。有些东西你拿了是命，你交出去是债。晚进那时候还不懂什么神位，什么香火，什么众生愿力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，不能让这玩意儿跑出去。既然不给，那我自己拿。话刚落，他2只手忽然一结印，那手势怪得很，不像人手该摆出来的姿势，潭水一下就翻了。刚才还只是起浪，现在像锅开了，咕嘟咕嘟往上冒黑气，紧接着水底下钻出一条条黑东西，细看像触手，又湿又黑，又湿灰里往岸上爬。这玩意儿多到什么程度？不是1条2条，是半个潭面都快铺满了，全奔姐妹俩来了。姐，这啥东西啊？别乱动！婉金一把把婉如按住，他也顾不上自己会不会了，把玄阴卷展开，照着刚才在卷上看见的口诀硬念。你说他记得全吗？未必。好，你说他懂意思吗？更未必。可人到了这个份上，哪还有时间慢慢研究？命都快让人拿走了，会一句用一句。他手指掐着诀，声音一开始还有点发颤，后来越念越急。玄阴卷上那血色光晕一下展开，嗡的一声，姐妹俩周围撑起了一层半透明的罩子，不厚，看着甚至有点薄，像一层随时会破的冰壳。可那些黑触手撞上去立马冒烟，哧哧作响，跟烧红的铁碰着湿漏似的。触手一缩，又不甘心，再扑再撞再冒烟。这一幕要是在旁边看，真能把人看傻。2个小姑娘背靠着冷潭边，前头一堆黑东西疯了一样往上爬，中间就隔着一层血光，那层血光一抖，他俩的命就跟着一抖。好，玄阴卷果然能自成结界，可你们2个撑得住吗？这话坏就坏在他说的是实话，
玄阴卷厉害，可晚进不厉害，至少现在还不厉害。他不是以后那个被人供上神位的晚进，现在他就是个在荒山里被逼到绝路的小姑娘。他能称这个结界，靠的不是修为，是命印，是心里那口气。黑影也看出来了，他不急着硬破，他却好潭水不停翻，触手一波接一波往上撞，每撞一下，晚进身子就一震，像有人拿大锤隔着胸口砸他，一下2下3下，他脸越来越白，额头上的汗往下淌，嘴唇都没血色了。姐，咱挡不住了，真的挡不住了。别慌，还能撑，就还有机会。哪还有机会啊？咱们根本打不过他。宛如这话不是怂，他说的是眼前的事情。他看见姐姐嘴角都开始发白了，手也在抖。那卷子亮得越厉害，晚进人就越虚。这东西不是白给你用的，他吃力气，吃精神，说难听点儿也吃命。晚进心里当然清楚，可他不能说，他一说宛如就崩了。这姐妹俩能撑到现在，靠的就是彼此心里那点不肯撒手。弱，太弱了。这么好的卷子，偏偏碰上2个不会用的，真是可惜。他说完，忽然不让触手撞了，周围一静，是一下反倒更吓人，因为你知道他要换更狠的了。黑气开始往他身边聚，潭水上空像被什么东西压低了，阴气一层一层叠起来，最后在他2只手之间凝成一把黑色大刃。那玩意儿不是真刀，可比真刀吓人，又长又重，边上还带着风声。黑影双臂一抬，对着晚进撑起来的血色屏障就劈了下来。姐，轰！这一刀劈得太实了，屏障猛地一晃，裂了，不是一点小裂纹，是从上头一路往下爬，咔咔地走，像冻住的河面，让人砸开了。晚进胸口一闷，血直接从嘴角流下来。他还想站稳，可膝盖已经发软。宛如赶紧扶住他。姐，别撑了，把卷子给他吧，咱先活着，活着再想办法。这句话听着难受，可你不能怪宛如，她看见的是姐姐快死了。她心里那个念头特别简单，什么密卷，什么邪物，什么以后会不会害人，都先放一边。我姐不能死，这就是宛如。她的世界很大吗？不大。他的世界就是晚进，只要晚进还在，别的都能再说。可晚进不一样，晚进看得更远一点，也更狠一点。他知道这东西一旦交出去，今天他们可能活，明天别人就得死。他咬着牙，硬把身子撑起来。不行，这东西不能给他。给了他会害更多人。可是你会死，那也不能给。你看，这就是晚进命里第一道硬坎。已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不是只为了自己活了，他开始替更多人做选择。妈，这听着挺伟大，可你往后看就知道，人一旦习惯替更多人做选择，
就离危险不远了。今天他是为了不让邪物害人，以后呢？以后他也会说，为了更多人，为了救灾，为了止乱，为了天下。可这句话一旦说顺嘴了，底下垫的东西就未必还是自己的命了，可能是别人的命，这就是仙话的狠处。他不说善念没用，他说善念要是没边界，也能长成怪物，不过那是后话。眼前晚进还只是拼命，黑影听他这么说，脸色就阴下来了。好，那你们就一起死。他2只手又举起来，这次锯出来的黑刃比刚才还大，潭水都被压得往两边退，一股风刮过来，宛如脸上的血都凉了。屏障已经满是裂纹，再挨一下肯定碎。晚进心里也知道挡不住了，再用刚才那法子就是等死，所以他低头看了一眼玄阴卷，那卷子边上还有一句残句，字不多，可看着就不像普通口诀，像拿命换命的东西。晚进只看了一眼，脸色就沉了，宛如看见他那表情，心里一下慌了。姐，你要干啥？别怕，你别骗我，你每次这么说准没好事。这句话一出来，真让人心里一酸，因为宛如太了解他姐了。晚进平时越稳，越说明事儿大，越说别怕，越说明他已经准备把自己豁出去了。黑刃已经劈下来了，晚进没再躲，他把玄阴卷高高举起来，血从嘴角往下滴到卷子上，那卷子像是被喂醒了似的，血光猛地一亮。安进一字一字把最后那句念了出来：以我心血镇压邪祟，玄阴之力破。这4句话一出，整个坛底都亮了，不是刚才那种罩住2个人的小亮，不是一下把整片深潭照成了白天，血色的，冷的，刺眼的。潭水里的黑气像血碰了火，一片片散，那些触手还没来得及缩回去，就全被血光吞了。黑影脸色当时就变了，这回他是真怕了。你疯了，你这点修为用这一招会死的，死也不给你。你听这话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什么我要替天行道，就是一句死也不给你，这才像真到绝处的人说的话。干脆硬，带着血光冲出去的时候，黑影想跑，咦，晚了，他守了几百年，等的就是玄阴卷。可他没想到，最后不是他拿卷子出去，是卷子借晚进的心血把他压死在这儿。那血光像一条大河，轰的一下撞过去，黑影整个人被卷进去，他惨叫挣扎，2只手在血光里乱抓，可抓不住，那张白纸一样的脸一点点散开，先是五官没了，再是身子碎了，最后连影都没剩下。潭边一下静了，静得吓人，刚才还满潭翻腾，这会儿只剩水滴从石头上往下落，啪啪一下下，玄阴卷的光也暗下去了，像一盏油灯烧干了油。晚进手一松，
整个人往下倒。姐，宛如扑过去把他抱住，那一下抱得特别紧，像一松手人就没了。姐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，你看看我。婉静眼睛闭着，脸白得没个人色，嘴角还带着血，宛如手忙脚乱地给他擦，可越擦越慌。他一个劲儿喊，声音都变了。姐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听见没有？你不能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婉静才慢慢睁开眼，那眼神虚得很，像人从很远的地方被硬拽回来。他看着宛如，嘴唇动了动。我们赢了吗？赢了，赢了，那东西没了，被你打没了。那就好，我们还活着就好。你看多可怜，他拼成这样，最后问的不是自己伤成啥样，也不是卷子还在不在，他问赢了吗？是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只要宛如还活着，只要那邪物没出去，这口气就没白拼。可是账也从这里开始记上了。玄阴卷救了他们一回，也吃了婉静一回。他从这晚以后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婉静了。有些东西一旦用血开过，就等于在你身上认了门，以后他再来找你就不会敲门了。潭水慢慢平了，雾气散开一点，两个人靠在岸边，一个虚得快坐不住，一个抱着他不敢撒手。这时候头顶那片黑云偏偏裂开了一道缝，一轮残月露出来，冷冷的孤零零挂在天上，那月光照下来，落在潭面上，银白银白的，也落在婉静嘴边的血上，红是红，白是白，一看就让人心里发紧。宛如抬头看了一眼月亮，又低头看姐姐。她没说话，因为她也知道今晚这事儿不是结束，只是开始。他们先找到了什么？找到一卷要命的玄阴卷，找到一个守了几百年的邪物，也找到了一条以后再也回不了头的路。从前他们想的是活下去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玄阴卷在手，邪物被震，婉静用自己的心血把第一道门推开了，可门后头是什么？没人知道。也许是修仙，也许是灾祸，也许是后来那条被万人香火推起来，又被万人血债压下去的成仙路。这一晚，孤月悬在潭上，寒光照着两个浑身是伤的小姑娘，一个抱着另一个。谁也没哭出太大声，因为太累了，也因为心里隐隐有数，后面的路比这潭底还冷，比那黑影还难缠。这邪物没了，可结束才刚露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回就讲到这儿，感谢诸位捧场。要是喜欢仙话，记得点个赞，咱们下回接着唠。